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这一则经历它是发生在美国。其实我看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一些怪谈啊等等之类的，我必须说，美国的人他们在介绍自己的一些经历的时候，都比较简短，只写重点，所以说一下就看完了。那这个影片其实要录到8分钟以上，其实有点困难。那今天呢，这一则我必须说它非常的长，它很巨细靡遗的把他的经历给写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人有一些感应能力比较强的，假如有的话，那你到一个房子当中，你觉得这房子开始不对劲，你会做些什么？没错，今天这则经历就是诉说他们搬到一间新的房子之后，在这房子所碰到的一些状况哦。至于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一直有超自然的经历。我的祖母来自俄罗斯，她拥有超感官。我相信自己所拥有的天赋是来自她和我的父亲。这种能力不仅仅局限于灵体或其他存在事物的接触，还有包括预知梦、直觉。当我感觉到有坏事即将发生时，我会打电话给某个人，确保他们没事，还有强烈的同理心等。我的丈夫，他是我高中的恋人，也拥有敏锐的感知力。我不认为他能察觉到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尤其是与真实人类相关的部分，但他确实能感知、看到并与某些存在的交谈。我也相信我们的孩子拥有这样的能力。我的大儿子曾经经常与我们在另一个军事基地租的房子里的一位小女孩做交谈，而我的幼子则谈到过鬼魂，尽管我从未与他们提过这些事情。好了，让我们进入正题吧。大约1年前，我们决定购买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栋房子。作为一个军人家庭，我们已经厌倦不断搬家这种生活，让我们感觉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不断把孩子们从朋友身边带走。我的丈夫也讨厌一直离家，这让我们有一种结婚将近10年却一无所有的感觉，也让孩子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无法很好的适应这种变化。我们本来是俄亥俄州东北部的本地人，但那里没有适合我丈夫职业的工作，所以我们决定留在这里。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寻找房子。我曾经深深喜爱一栋房子，它的前面有一个温室，透过玻璃拉门与主屋连接。唯一的问题就是当时我怀孕了，而且这栋房子没有足够的房间来容纳我们的所有的孩子。就在最后一刻，我丈夫找到了一栋离他工作地点很近的房子。说实话，我并不想去看，但他说服了我。于是他打电话给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请他安排带看。我们原本预定某一天去看房，但屋主临时取消了。购买这栋房子变得异常的困难，他们似乎与我们在做抗争。这并不是法拍屋，而是屋主自己决定出售的。后来我们又重新安排了一次看房，然后就出发了。当我们开车到房子前时，一名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女子正在将孩子抱上车，然后开车离开。我向她挥手微笑，但她却对我怒目而视。我们走上车道，爬上前门楼梯，发现门口有一条肮脏的毛巾，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就像呕吐物一样。我们站在前门阶梯上，环顾四周。这个社区看起来很不错。我们在这里没有亲近的朋友可以询问社区的状况，所以只能凭外观判断。这是一个小型社区。当我们开车经过时，若有人在户外，我们都会向他们挥手致意。这让我想起我在俄亥俄州长大的社区，小巧、干净、紧密、团结。我们希望孩子们体验到这一切。房地产经纪人打开门，迎面而来的是浓重的动物气味。我心想，这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没关系。我们绕着房子走了一圈，但我仍然没有什么感觉。这栋房子很宽敞，格局良好，有足够的房间，采光充足，只是有点脏，明显可以看出
屋主没有为了看房而打扫干净，但这点倒没什么。我们走到后院，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极为宽敞的庭院，几乎有1英亩。这对我的丈夫来说简直完美。然而我却毫无感觉，尽管这栋房子在空间、庭院、园艺方面都完全符合我们的需求。我们回到我们狭小的出租屋，进一步讨论这件事情。我丈夫说服我同意出价，我们提出了初步的报价，但遭到拒绝。对方回了还价，我们接受还价后，我开始办理所有繁复的文件，并安排房屋检查。到了星期天晚上，我在晚上7点接到房东的电话，说屋主取消了房屋检查。我立刻有种强烈的感觉，他们是故意要这么样做的。我疯狂打电话给每一位房屋检查员，请他们将检查改至星期3，而不是星期1。到了晚上10点，我终于安排好了这一切，也得到屋主的批准。房屋检查结果显示有几处需要修复的问题。我们与屋主斗争了好一阵子，才让他们同意修复那些会影响交屋的问题。最终，他们同意签字。到了星期6中午，我又接到房产经纪人的电话，说屋主希望取消合约，并愿意支付我们$500来结束交易。我们拒绝了。我们确实需要这个空间来迎接即将出生的第4个孩子。我们已经签了合约，一切都办妥了。我们的房仲打电话给对方，告知他们如果违约，我们将把他们告上法庭。此时我感到非常沮丧，情绪崩溃。怀孕6个月的我恳求丈夫放弃这栋房子。我告诉他，我们一定能找到更好的选择。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麻烦了，但他仍然坚持这栋房子。后来我们接到回电，对方提高报价，愿意支付$1000，并退还我们的押金，只要我们愿意退出合约。但我的丈夫依然拒绝了。快转到签约当天，我丈夫即将随部队出差，他希望能在离开前拿到钥匙。我们进入了签约室，签署了文件。对方告诉我们，屋主将在星期3交接，并应该能在4月7日星期5前拿到钥匙。我们终于在星期5晚上拿到钥匙。我丈夫在第2天早晨离开前，终于见到了房子，但屋主将房子弄得一团糟。他们带走了本来应该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房仲气坏了，因为他把门砸出了个洞，并且据说在签约当天，屋主那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我的母亲雇了一名清洁工来帮忙打扫房子，我们不得不拆掉地板并重新铺设新的地板。终于我们可以搬进去了。起初在我们修复房子时，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在第1晚入住后，我开始感到不安，我变得紧张、焦虑，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我没有对丈夫提起这件事，但他看起来也很暴躁和焦虑。我开始失眠，每天凌晨3点就会惊醒，之后就再也无法入睡。他在夜间工作，家里很安静，但我总感觉自己并不孤单，有某种东西在暗处窃视着。这并不是我经历过最糟糕的事情，但这种感觉不断折磨着我。特别是在地下室，那里气氛尤其沉重。地下室已经装潢完成，设有卧室，2个大儿子就睡在那里。终于有一天晚上，我丈夫说出心里的话，他正要丢一堆衣物进洗衣机时，突然冲上楼梯，语气仓促地说：“这房子里有东西。”他描述的感受与我的经历一模一样。没过多久，一天午后，我在前院花园里忙着整理植物，我受不了整天待在屋子里。外面的天气实在太美好了，我决定从收拾行李的疲惫中喘口气，在阳光下享受一个愉快的下午。这时，一位年约50多岁、留着灰白长发的年长女性向我走来，她自我介绍为 Z， 开始与我闲聊，询问我家人的情况。她人很和善，但总有些不对劲。直到我现在仍然保持对她的戒心。虽然她的丈夫性格很好，我和丈夫都很喜欢她。然后她突然问我，为什么你们会想买这栋被诅咒的房子呢？我当场愣住，惊讶地问，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她告诉我，她记得这栋房子建于2004年，
第一户搬进来的家庭本来很幸福，但后来孩子们开始变得叛逆，夫妻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最终导致离婚。他们卖掉了房子，各奔东西，就这样结束了。他还说，当时的丈夫为人友善，但妻子却有些奇怪，仅此而已。接下来搬进来的家庭起初也很正常哦，但后来开始出现各种问题。邻居们经常透过敞开的窗户听到他们夫妻争吵的声音，贼形容那位丈夫脾气非常暴躁，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我们后来发现，其中一间儿童房的门锁竟然装在门的外侧，显然是为了能把孩子锁在里面。他提到，这位丈夫身上有股诡异的气息，而他的妻子虽然为人和善，但几乎不怎么说话。最终这对夫妻也决定离婚，然后我们买下了这栋房子。J 告诉我，他真心希望我们不会步上前两任屋主的后尘，最终也以离婚收场。我们微笑回应他，我们已经经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我们一定能度过这一切的。我们互道晚安后便分开了。后来 J 邀请我参加他30岁儿子的生日派对，我决定带孩子们一起过去，因为他去年也办了派对，但后来没有任何人出席。他的儿子患有唐氏症，但当他在遛狗经过我们家时，总是很开心的与我们的孩子聊天，因此我们决定参加派对。当天他们许多教会的成员也到现场，他把我介绍给大家，他们每个人都对我说，希望你们知道这栋房子受到了诅咒，我们会为你祈祷，希望你们不会像前几位屋主一样成为诅咒的受害者。我向许多人保证，我们一定会打破这个诅咒。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我们在这栋房子里的感受，那种无法言喻的负面能量，但不知道为何，我们知道孩子们也能感受到它。他们的睡眠一直受到影响，甚至现在还是如此。我的小儿子坚持要和我们一起睡，即使我们把他抱回床上，他醒来后还是会跑来我们的房间，但至今都还是这个样做。我的大儿子曾在多次半夜惊醒，感到不寒而栗，然后无法再次入睡。我的中间儿子则是每晚哭闹，竭力抗拒上床睡觉。然后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她从小就被宠坏，一开始6个月都睡在我们的床上，后来我们尝试让她睡婴儿床，但她就是不肯。不用说，她现在已经有8个月大了，但这个习惯仍然没有改变。除了这些异常的情绪影响，我们还遭遇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奇怪的声音不断发生的霉运。自从搬进来这里之后，我们夫妻之间的争吵似乎变得越来越频繁，有次争吵相当的激烈，我丈夫甚至动手推了我，当时我还怀孕着，这根本不是他的作风。我们从15岁就开始交往，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我啊。直到昨晚，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儿子不愿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一直知道这房子里有负能量，我也知道孩子们察觉到了这点，但最奇怪的是，这些异常的活动总是在孩子们入睡后才会开始，而我则是独自清醒着，等待丈夫夜班的回来。昨晚我在小儿子的房间里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存在感，但它并不完全让人感到恐惧。正如我之前所提过的，我曾经遇过能让你恶心反胃，让你觉得胃里有一块冰块恶魔。那些东西会刮伤你，攻击你，让你浑身颤抖，甚至让你的头发竖起来。但这次的感觉并没有那么的糟糕，但它也绝对不算是好的存在。空气中充满了静电，感觉有某种东西正在等待着、酝酿着。我无法判断这股存在性别，既非男性也非女性，完全没有性别的特征。我以前曾经感受过类似的能量。我让2个大孩子回房睡觉，他们是安全的。我曾亲自为这栋房子进行过净化仪式。无论如何，我让2个大孩子回房睡觉后，我知道他们会没死。我将小女儿和柚子留在我们的房间里，他们很快就平静地入睡了。而这时，异常现象开始了。
我最小儿子的房间里有一个玩具厨房，这玩具是有装电池的。当你按下按钮时，炉子会发出冒泡的声音，并亮起蓝灯，大约持续15到20秒。电池是新的，最近才刚换过，并不是因为老旧而出问题。就在那时，我听见了冒泡的声音，我立刻把电视调成静音，确保自己没有听错哦。但声音又停止了，我继续保持电视的静音，一边玩手机上的俄罗斯方块。结果声音再次响起，而这次不像平时几秒钟就结束，而是持续了2分钟。它就这样子不停地响着，没有终止的迹象。与此同时，我还听见来自房间内的敲击声。我大声喊道说：“住手！你会吵醒我孩子的！”声音立刻停止了。我赶紧传讯息给我的丈夫，叫他赶快回家，并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就在我发讯息给他时，那玩具厨房的炉子再度开始冒泡，这次甚至连续响了好几分钟，也就完全没有终止的迹象。我再一次大声喊道：“你能不能不要再玩我儿子的玩具了？”这次当我说完话的瞬间，声音立刻停止。现在我的问题是，我该怎么阻止这一切？我已经为这家做过净化仪式，但仍然无法改变现状。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些什么，还是说我做错了什么？这是否只是前人无主留下的负面残留能量，还是说这栋房子负能量本来就招来了某种存在？此外，我相信墙壁能像海绵一样吸收能量，我也相信万物都有自己的能量振动模式。这一切与我常年的理论不谋而合，而现在量子科学的研究也开始证实了这些概念。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是狂热的基督教徒，我相信上帝，也相信耶稣，并不是以圣经所描述的方式。我曾经研究过许多宗教，并从中摄取了适合我的信念，建立了一种适合我们全家的信仰。因此，任何能提供帮助的建议，我都会感激不尽。我只想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平静、安全地睡在自己的床上，就像任何母亲一样。无论我需要做什么来保护他们，我都愿意去做。如果有灵体在这里作祟，我甚至愿意激怒他，直到他离开。虽然我会害怕，但我从不让恐惧掌握我，相反，我会将恐惧转化成愤怒和力量。我从未有过无法驱除的灵体，但这一次我感觉到自己忽略了些什么，或者说，我可能没有依照这个特殊状况来正确的进行净化仪式。哇塞，又是一篇很长的故事哈！记得之前日本那篇好像也是快要到20分钟，但这则故事我必须说，它是有发生一些状况，但这个主人公他很巨细靡遗的去叙述他买这个房子，这个前屋主就一直阻止他了，然后到他住进这房子的一些细项跟他的宗教信仰，我觉得这则故事其实他没有想象中恐怖，但他的恐怖是在于他的生活方式生活化，非常贴近我们个人。他不像一些故事很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他的故事就是相当的非常的真实，这是有可能你我都有可能会碰到的状况哦。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母亲其实我觉得她也蛮厉害的，应该是假如是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都想搬家吧，但这就是现实，不是吗？有时候现在房子这么贵，我好不容易买下来，我有贷款，你要我搬走，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不是吗？他自己想要找办法。我的建议是假如他自己找不到办法的话，要不要直接找牧师会比较快？对啊，在之前那些联谊仔什么，到最后不是找那些牧师长老去他们家洒圣水啊、驱邪啊，然后问说恶魔叫什么名字啊，去把他们驱除，这样会不会比较快？但不知道，或许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或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不是吗？啊，今天虽然没有想象中恐怖，但我觉得它非常的精彩。好，我是郭少的秦明，那今天的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